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这次我们要聊的是2013年出版的一本惊人畅销书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居然卖出了200多万册。这本书解释了世界一流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提出的阿德勒心理学，他被誉为自我启发之父。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了阿德勒心理学，甚至还得到了以尖锐评论著称的枯江贵文的高度评价，确实很有感触。如果能理解这本书的核心，我认为它确实有能力改变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。首先，这本书指出我们所有的困扰，本质上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。为了摆脱这些困扰，我们必须放下我们对被认可的过分追求。这就是结论。这确实是人的天性，似乎逃不开人际关系的本质。对于那些即使努力也无法摆脱自卑感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本特别推荐的书。内容和结构都非常有趣。在这次分享中，我挑选了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中特别令人震惊的3个观点来和大家分享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否定原因论，一切都是目的论。首先，第一个重点是拒绝因果关系，认为一切都是目的论。因果关系或目的关系可能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简单来说，人的行为实际上没有原因，只有目的。很多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驱动的，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原因，只有目的。想象一下，在你公司里，一位年轻的员工正在被上司责备。当大家看到这位年轻员工被责备的情况时，你会有什么想法呢？很可能许多人会认为，那个年轻人犯了错误，所以上司生气了吧？大多数人往往认为上司在大声训斥是因为年轻员工犯了某种错误，有某种原因。然而，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完全否定了这一点。从阿德勒的目的论的角度看，上司生气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年轻员工犯了错误，而是因为上司本身有特定的目的。上司所持有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年轻员工以后不要对抗上司，或者组织内存在着上下级关系，上司希望向年轻员工展示这种上下级关系等。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心理学认为，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目的，才能理解上司的行为。这种目的论的思考方式对于初次听到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相当震惊，但仔细思考一下，确实这些目的可能在决定人们的行为。因为即使是相同的错误，一些人可能会大声斥责，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冷静地提醒。换句话说，即使犯了相同的错误，只要存在想要传达某种信息的目的，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。这个是很令人羞愧的事情。我自己也有很多类似的经历。比如说，当我想要用比平常更大的声音来压制对方时，即使冷静理性地说话，对方可能还是理解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可能会提高声音的音量，试图威胁对方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当你提高声音时，是否有一种想要威胁对方的心情呢？这就是心中可能存在不光彩目的时候。那么这里非常重要。接下来从阿德勒的目的论中，我们能学到什么呢？答案是不要被原因或者暗淡的过去所束缚。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说法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父母离异而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拥有幸福的婚姻。这正是阿德勒否定的被原因论所束缚的思维方式。不要被过去的原因或者暗淡的经历所束缚。离婚的事实并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。这种想法可能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有些偏颇，导致婚姻生活不顺利，却选择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。而如果想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，只需要在现在珍惜眼前的伴侣，这就我们需要去做的。另外，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一直是独生子，性格比较内向，而感叹自己将来永远无法与人愉快的交往。这同样是被过去的原因所束缚的感觉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不要将自己一直是独生子或者拿过去自己的性格当作借口，因为如果想要与人愉快的交往，现在就要去珍惜与他人的沟通机会。当然，与人交往是有风险的，有可能会受到某种评判，甚至可能会被不喜欢，这个风险很大。说到底，可能他们只是在逃避沟通而已，不被原因或过去所束缚。如果想与他人愉快地进行交流，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
用微笑与对方交谈，这就足够了。是否曾经是独生子，是否度过了学生时代等，这些都无关紧要，不受原因的束缚。这种观念你懂了吗？很多时候，后者提到的是要活在当下。我以前对这种说法一直不太理解，直到读了这本书，才终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。活在当下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原因论，而是目的。所以，不要被过去的原因所困扰，不要以原因为借口。现在就从这一刻开始，让生活变得愉快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，令人震惊的点是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，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，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：做好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，而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，甚至都不要去考虑。也就是说，要分离自己的和他人的人生课题。在本书中，有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比喻，即把马带到水边是可以做到的，但不能强迫它喝水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想要让马喝水时，把马带到水边是你能够控制，而马是否愿意喝水，则是马能控制的。马的任务属于他人的课题，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课题，所以就不需要太过在意。这实际上是所有人类都会面临的问题。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那些总是面带烦恼，看起来很阴郁的人，通常是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他人的问题，以及所有其他问题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孩子选择不学习，那么由这种决断带来的后果，例如成绩不好，无法上好的学校，最终的承担者不是父母，而是孩子。也就是说，学习是孩子的课题。世上当父母总是会说为你着想之类的话题，但父母的行为有时候很明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，面子和虚荣，又或者失之配语。正因为察觉到了这种欺骗的行为，孩子才会反抗。人是不容易改变的，尤其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。试图改变别人的思想是非常愚蠢的行为，因为这就是直接插手他人课题的行为。首先思考一下，这是谁的课题？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，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。接下来，对认可的追求，扼杀了自由，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。换句话说，总是选择别人的认可，还是选择得不到认可的自由之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如果用了认可欲求这个词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不想被任何人讨厌，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。比如说，上大学本来应该是因为想学这门专业或者在这个环境中学习，但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厉害，而选择了知名度高的大学。但这其实就是课题分离中的错误模式，把别人的期许当作自己的任务，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。阿德勒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。当然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奈的，特别是在日本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激励认可欲求，让人们努力工作的机制，导致我们的头脑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认可欲求。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不要只是成为认可欲求的奴隶，过多地关注别人的期望。另外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切实地打破这种局面，关注我们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关注自己觉得有趣和快乐的事情，并且努力掌控我们可以掌控的课题。最后，第三点是不要建立垂直关系，这意味着不要对任何人建立上下关系，不论对方是谁，都是平等的存在。阿德勒写入了这个观点，尽管用语有些模糊，但也有具体的行为建议，其中之一就是不要夸奖别人。这可能有点令人惊讶，因为通常在心理学中，我们会说要夸奖以促进成长，但是阿德勒说这个不可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夸奖这种行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上下关系，夸奖的一方和被夸奖的一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下关系，因此制造上下关系会导致认可欲求的产生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，公司的奖励制度或者夸奖让人进步的上司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主意，但从阿德勒的观点来看，实际上只是在大量生产认可欲求的奴隶而已。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，因为可以高效地培养为公司献身的人才。但仅仅从阿德勒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不好的。在实际应用中，你可能会想，如果要表扬努力的下属，
应该说些什么呢？但在这种情况下，阿德勒建议我们不要去夸奖，而是要表示感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感激不会制造上下关系，感激既可以表达给上级，也可以表达给自己的孩子，都是平等的关系，不会激发认可欲求，而是健康的关系。在本书中学到了，我们可能在学校教育中太过注重认可欲求，因此很容易陷入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而不断竞争的生活。但最终，关键在于我们为他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，受到了多少感激。我认为这是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另外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绝对不要期望被感激。自己做了某事，是否受到对方的感激，这已经是对方的事情了。作为自己，重要的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而不是期望对方会因此而感激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自己感到满足，实际上是最好的动力。虽然大家每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希望大家能利用这次介绍的阿德勒心理学，巧妙地掌控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，不被过去所束缚。从此刻开始，共同创造一个快乐的人生。这就是我的总结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